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比挣钱更重要的是，其实就是解决你的精神内耗。其实很多精神内耗的人会把自己的能量更多的消耗在心理的摩擦上，比如说各种的纠结、恐惧、担心、焦虑和迷茫等，从而就会导致我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量，更没有心情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它一定是阻止你家庭变得更好的绊脚石。我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助大家解析内耗的底层原因，给到大家一些摆脱内耗的参考方法。如果你把这条视频看完以后，一定收获很大。精神内耗的源头，其实最典型的原因无非只有3个。第一个，我们叫做期待。父母期待的成才和幸福，读书的时候老师期待的成绩，上班以后同学同事之间内心的攀比，其实全部都会转化成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要有钱，要功成名就，要有脑子，还要有很好的身材。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其实是往往高于我们自己能力的，于是就会出现对现在特别的不满，对过去又无比的后悔，对未来又自我否定，然后就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会特别的在意这种外在的评价，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你就能想上一整天。然后呢，精神内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叫做对比。在互联网上的各种视频，你会看到20几岁年入100万，做网红、做直播，分分钟挣好几万。因为这些人的起点可能和你差不多，所以你看到别人已经事业有成，而自己呢，还在那个起点上，那么你就会陷入这种无限的焦虑之中，你就特别想要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你就会特别关注各种各样挣钱、理财的这些视频，看见了各种各样人生逆袭，增长了你的见识，却没有提升你的能力。那么内耗的第3个来源，认知。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内耗，其实并不是来源于发生了什么痛苦的事，而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认知。就比如说，别人没有回你消息，让你难受的，其实并不是对方没有回你消息，而是你觉得对方不回消息就是不想搭理你，就是不够在意你，就是不够爱你。但如果说你觉得对方不回你消息，可能就是在忙一时，没有看到，那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了。同一件事，因为不同的想法和认知，最后会引起完全不同的情绪。那么当我们认识到以上内耗的3个具体原因，就是我们走出内耗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如何去解决内耗的具体实操方法。那么在这条视频中，我会教给大家5个让我们摆脱内耗的方法。1. 觉察认知。首先你要学会觉察你当下的情绪，然后真实的去面对自己。要知道，很多时候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极端的负面的情绪和这种认知，就是因为你内在的创伤被唤醒了。还是用别人不回消息这件事来做例子，如果说别人回你回慢了，你就会猜疑，这个其实就是你自身缺乏安全感导致的。你对这件事产生了一种不好的认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这种认可或者是接纳，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所以导致了一旦别人不回应你，你就会很难过，你就特别想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得到反馈。本质上这就是一种补偿心理。所以当你发觉你经常因为同一件事而产生很多糟糕的念头和想法的时候，你不妨停下来，觉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去真实的感受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和缺失。只有找到原因，我们才能通过正确的方法去好好的疗愈。然后你要学会允许一切的发生，并且积极的去面对，允许世事的无奈无常，允许自己没有那么全能，允许你的孩子没有那么顺从你等等。生活中很多的事本身，它其实就是不完全可控的。你不允许这样，又不允许那样，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建立了很多精神内耗的源头。所以当你能够平和地接受一切的发生，你的内心就会平静许多，很多痛苦都会自动的消失。2. 我们要努力地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内耗的很多原因都是来自于我们想的太多，但是做的太少。有太多的人每天都在重复相同的行为，却渴望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但你想要改变结果，唯一有效的只有去改变你的行动，只有行动可以对抗恐惧和自我的消耗。那么在这里推荐给你一个方法，叫做二进制的思维法，可以快速的让我们行动起来。二进制是计算机的一种语言，是一种只有0或者是1组成的一个算法。所以说我们可以改变思维，把所有的决定都简化成1个2进制的模式。简单点说，就是做等于成功，不做就等于失败。比如你想去搭讪一位帅哥，
如果你老是纠结于结果的话，你可能就迈不开这步子。等了一段精神内耗下来，可能人家已经离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设置一个2进制的目标，只要我能张口的跟他打招呼，那就算是成功，对吧？如果我什么都没做，那就是失败。只要完成打招呼这个任务就可以了，我就可以走了。这个就叫做2进制的思维法。又比如说，你想培养读书的习惯，咱们读1页书就可以了。你想要去减肥，咱们跑100米运动下就算成功。你想要去戒烟，那就这1根不抽就好了。你能决定的只是这根烟抽不抽，下一根烟抽不抽，你再做决定。要把目标简单化，让成功变得比失败更容易，你才能走进成功的这个良性循环。3. 期限法。我们可以精神内耗，我们也可以自我攻击，也可以躺平摆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期限，1天、1周或者1个月，多久时间其实都可以，只要有期限就好。为自己的内耗写一个期限。所以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就给了你一个暗示：痛苦内耗是有期限的，它会让你的理性回归，让你重新开始。在期限内，你可以允许自己躺平摆烂，允许自己内耗内疚，也允许自己反反复复的去咀嚼过去的事，但是时间到了就别再想了。这方法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内在腾出这么一个空间，来安放我们的焦虑和不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允许而已。4. 远离。仔细想一想，你身边的哪些人是真正让你产生精神内耗的？是谁最喜欢对你评头论足的？谁又在打压你一切想法的？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最好离他远一点，然后拿起被讨厌的勇气。如果一个人想要所有人都喜欢，那肯定会活得很累，因为他得去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所有人的期待。而相反的，当你彻底的接受别人会讨厌你这件事，你就会减少很多的内耗，学会分离，把别人的东西还给别人，把自己留给自己。要记住一句话：别人对你的百般解读，不构成1/1000的你，却是一览无遗的他自己。那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总归和通通你无关。我就是要成为一个让你讨厌的人，你能把我怎么样吗？5. 允许自己倾诉。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处于内耗当中，走不出来，不妨把它说出来，和你的朋友倾诉一下，因为说出来，它就会见光死。公之于众的内耗是让痛苦被见证的过程。甚至你可以直接在我的评论区把你的烦恼给打出来，看见即疗愈。有些自我消耗的痛苦，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当你对一件事感到内耗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去改变外在的人事或者物，而应该去改变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就是一念转乾坤，改变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看法，不仅会更省时、更省力，而且你会发现，当你改变内心的状态之后，环境和事情也会随之改变，糟糕的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这个就叫做境随心生，心随境转。